就是感情问题。如果仅仅是感情问题，好聚好散不行吗？你知不知道林夕现在有多难过？要看她成天嘻嘻哈哈的，其实她是用工作在麻痹。你不用再说了，我不想听到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别再说了。那你约我出来做什么？这些是我送你的礼物。我最近搬家，这些东西我最近没有地方放，你就先替我收着。那你搬到哪里去了？还习惯吗？我挺好的，你放心吧。莫兄，你有任何困难、任何问题，你随时告诉我，我们是好兄弟，知道吗？会的。我有事，我先走了。哎。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大家好。好像有点冷清啊。要不要说点什么热热场啊？说什么呀？没关系，以前不也这样过来的吗？就当从头开始了。大家好，我是灵犀。我知道我跟我工作室之前的一些事情，大家可能有一些误会跟意见。在这里，我再次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今天我站在这里，并不想重操旧业，而是想以一个环保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大家一定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开场是这样血淋淋的场面。大家看到我们身上的标语了吗？其实我以前做直播呢，更多的时候是希望卖衣服，但是这次不是。这次我是想宣传一下我的环保态度。在我们城市的边缘有很多森林还有湖泊，它们遭受大量的污染，还有很多动植物遭受大量的毁亡，甚至是灭绝。可我们污染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大家看我们身后这片森林了吗？森林里面正在有一个项目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他们打着建设高端环保酒店的名义，背后干的全都是污染环境的事情。他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这个项目的投资人最近在打一场官司，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指名道姓还是指桑骂槐啊？你是高氏集团的律师代表啊？他们这样污蔑高氏和风雨，我告他诽谤，没错吧？现在提起诉讼呢，正中对方下怀，等于主动把火往自己身上引。现在官司在即啊，我不希望出什么岔子啊。据我所知啊，他们现在根本拿不出关键性的证据，只能靠这种小打小闹博取关注。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不管不顾，过不了多久啊，他们就会自动消停，等着胜诉的好消息吧。在这次直播的最后，我还是想呼吁一下大家，作为年轻人，保护环境，我们都有责任。谢谢大家。谢，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人数不多，但后来还是上升了点，低开高走。那是，C 重返网络，慢慢来。我没有什么怕的，而且有你们陪着我，我们从头一起来。今天大家辛苦了，结束以后老规矩，撸串加工资 double， 走起，老妈。莫格丽。请全体人员起立，请审判人员入庭。
全体请坐。现在开庭，请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我们高氏集团与墨子投资签订的项目叫做森木度假村项目。那么整个项目的范围是度假村建设、酒店建设，整个项目的周期是5年。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墨子投资必须在今年10月6号把这项目款打给高氏集团，但到今天为止呢，迟迟没有打，所以我要求对方尽快的把这笔款打给高氏集团。请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我们这边有一份森木度假村项目执行财务报表，从表格中可以显示，在墨子资本和高氏集团的合作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多的财务问题。报表里面很多资金流的去向都不明，因此我方有权利终止和高氏集团的合作。好，现在法庭调查结束，现在开始法庭辩论，由原告围绕争议焦点发表辩论意见。刚才被告提供的报表只是森木项目执行过程当中某一阶段的财务数据，如果仅凭这个片面的数据以偏概全地认定森木项目违规排放，那就相当于以一棵歪脖子树否定了整片森林。我认为这种连概率都算不上的猜测，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那如果我能提供森木排污的现场视频呢？我请求合议庭允许我提供新的证据。可以，请当庭播放。这是唐伯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森木项目1期、2期的交汇处。那地图定位。这次我们根据神秘人提供的有效线索，成功的找到了排污源。有人来了，当心！现场取证的3个人，其中1位是环保志愿者，另外2位是野生动物保护专家、野外摄影师。另外，我们这边还有一份现场水质的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其中含有铬、铅、汞等化学物质，已经对水质造成了严重污染。请呈上证据。文件刚收到，还来不及打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驳回原告高氏集团所有的诉讼请求。高氏集团给了你们那么多律师费啊，你们就这样办事啊？昨天还信誓旦旦的，今天就阴沟翻船了？我看你们是被豢养习惯了，都马上给我滚蛋！郑总，你们风雨传媒是森木项目的股东没错，但我是高氏的法务，不是你们风雨传媒的。官司输了，我会向高氏集团解释，暂时用不着你对我呼来喝去的吧。
你不知道这是风雨吗？你来干什么？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来找你。琳达，你叫保安过来，这儿有一个莫先生，请他走。官司输了，是我送你的一份大礼。你什么意思啊？森木现在在网上遭到质疑，官司又输了，更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了。据我所知呢，现在高氏正在找接盘的下家，你是森木项目的重要股东，你可以趁现在这个机会，压低高氏的价，吞下整个森木项目，这样你就可以逆风翻盘。你的计划很聪明，但是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投入太大，根本没有盈利的空间。我为什么一定要做呢？我没兴趣。你一定要拿下这个项目。我还有第二件事情要跟你说。还有第二件？对。不过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换一个地方吧。跟我来吧。我凭什么信你？因为我看过那个视频。什么视频？关于你跟丁建雄，如果我没有推断错的话，凶手应该就是林正浩吧？你什么意思啊？当我听到主谋是林正浩的时候，视频就丢失了。我想，肯定还有我不知道的信息。没有，没有。这个案子在很多年以前已经结案了，没有任何资料证明是林正浩所为。你就别维护他了。你们两个人不是已经闹掰了吗？我实话实说呀。没关系。不过后来，我又联系上了丁建雄，而且他还答应我要跟我碰面，还要告诉我有一个证据就在事发的地方。不过我想我一个人肯定是找不到的。所以你就来找我？对，我必须要找到这个证据，将林正浩绳之于法。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拿下森木这个项目，帮我找到这个消失的证据。你可真行啊！啊，你一边跟人家女儿谈恋爱，一边又要找她复仇，只有故事会才敢这样写。守林人爷爷一直把我带到大，我把他当亲人一样，为他报仇，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事。我知道灵溪是林正浩的女儿，不过现在我已经跟他划清界限了，他是他，我是我。我想看一下视频，毕竟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就离真相更近一点。人虽然是你杀的，我很后悔，我怎么就把你带到这条路上来？要不是为了那点钱，你说，东海，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了。不能被发现，我看过了完整的视频。遗憾啊，的确没有什么新的信息。
今天特别感谢你能过来救场，要不然事情就穿帮了。没事，如果不是我正好路过那里的话，我也帮不到你们，不是吗？既然事情现在已经解决了，你就当你今天没有见过我吧。刘强，很好奇，你到底是跟谁学的，那么不负责任的交友技巧呢？所以，你要我在你们到之前删除的那段视频内容是什么？不打算告诉我是吗？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看来我猜的没错，和我爸有关。我就奇怪，你明明是灵溪那边的人，却跑来和我爸纠缠不清。你内心到底有什么盘算？你明明是你爸的儿子，但是你二话都没有说，你也过来了。你也应该有什么打算吧？别再给我装了，我就好奇，是什么样的视频能让你紧张成这样？为什么那么害怕我爸看到？又为什么他那么急着要确认？他是我爸，我没资格知道吗？你还是别问了，你也知道我会想其他的办法来感谢你。都到了这个情况，你还要我置身事外是吧？你要不要告诉我内容是什么？如果你再不说，不要怪我做出过分的事情。那你真的有了想了解真相的心理准备吗？来，干杯！干杯！干杯！官司打赢了，这个邪恶的项目终于能够歇菜了。主要呢，靠你们两位大佬，来敬你们二位一杯啊！感谢，感谢。打赢官司本来就是应该的嘛，像我这个摄影界大佬的女儿，本来就应该打赢官司，做法律界的大佬，是不是？哼，怎么啦？干嘛看着我？谢谢李总赏识，我们才有用武之地。既然事业有成，往后的日子不会那么辛苦了吧？干嘛那么简朴呢？其实呢，我用我妈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动物救助基金，然后呢，我打算把我所有的存款都放到这个基金里面去，用来救助那些野生动物。那像这种日子，应该就是年头会过到年尾了，大家多多包涵。我说呢，最近怎么从你这儿住的人全都搬走了？是不是你太抠？还好我搬出去了，要不然你第一个剥削的就是我，是不是？天地良心，我把他们都当自家人看待的。谁知道啊，走了第一个又走第二个，现在第三个人也不在了，吓得我赶快跑到他的房间里面去看一下行李还在不在。哇，还好啊，他只是回老家了，要不……我不用了，谢谢。你这么不舒服，不会想要传染给大家吧？怎么会？我只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舒服，怎么可能传染给大家？嗨，说曹，怎么了？你们看起来好像都很想我啊，刚好给你们带了小鱼干，就当做是回报啦。哇，看来，真的太好了，很需要。我先去收拾了。
我来帮你。有件事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但我觉得要让你知道。是关于他的吗？我觉得莫格丽是故意把东西留给我，让我发现的，然后引导我们成功的。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谢谢啊。所以，他真的杀人了，是吗？你确定其中没有原因吗？你有证据吗？你查过了吗？那你呢？你打算因为他毁掉自己的幸福是吗？如果你找不到证据，你永远不打算回到林夕身边吗？和凌雨的信息合并之后，我才知道，只有接近你爸，我才能拿到真相。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对林夕的伤害会不会被原谅，我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现在我除了能远离他，我还能做什么？听起来，你是打算要孤军奋战到底了，是吧？以前在森林里的时候呢，虽然是一个人，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孤单过。但是现在有了牵挂就不同了，一个人是骨子里难以忍受的孤独，也很无力，是对未来没有办法掌控的无力。好，那我问你，此时此刻，你有没有把我当成朋友？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是同一战线的伙伴，行吗？我这么做，也不全是为了帮你们，在我内心深处，我还是想要选择相信我爸。我相信其中肯定有原因，肯定有误会，所以我想给你找到这些证据，哪怕这些证据是真的。我不想再让我爸错下去了。差不多就这些了啊，安排好，别出什么岔。这你放心，明天我准时出席啊。好，就这样。进来。这么礼啊？这么晚还没回去啊？来来来，坐坐坐坐着。哦，对了，我听说你今天到公司来找我了，什么事儿啊？
你这几天是不是很晚回家？这不很忙吗？你跟我妈好好聊过吗？聊什么？聊什么？啊！30多年来第一个报废的结婚纪念日，那么多天你连个解释都没有。你不知道以妈的个性，她是会胡思乱想的吗？我知道了，我跟你妈的事儿我会拿捏好的，放心吧。还有件事情，公司的事情，你有没有打算跟她说？最近的事情太多了，等我忙完这一阵儿以后，我一定会向她解释的，啊。你还有什么事吗？爸，为什么我总觉得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就因为这个公司吗？儿子，首先，我是一个公司的老总，其次，才是你凌伯伯的朋友。如果在公司和朋友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当然要选择保住这个公司了。这就是生意啊！你不要太幼稚了啊！为了公司，为了利益，你连几10年的好兄弟都可以出卖，那家庭呢？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连家庭也可以不要了？经理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没想说什么，你不觉得我们的关系看起来越来越远了吗？是你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呀！啊，你不来我的新公司，你站在我的对立面，你就在家里也都不理我，这是你做出的选择呀！嗯？你看到你现在跟我说话的方式了吗？你已经不再是以前平易近人的郑总了，我们的关系也不太像父子了。你真的不觉得吗？但是，我永远是你爸。如果你觉得还是我爸的话，你觉得对这个家庭还有一丝温存的话，能不能回头？回不去了。公司已然成为这个样子了，回不去了。郑理，你怎么了？外面下雨了吗？怎么把自己打这么湿啊？我刚刚看到路边有人在骑车，我想一个人静一下，所以就这样了。难道你不好奇发生了什么事吗？只要你愿意说，我就愿意听。我问你，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你最亲的人犯罪了，你会怎么办呢？你会劝他去自首吗？虽然我比你多活了几年，但是我没有办法帮你回答这个问题，我更没有办法设身处地去感受你的痛苦。但是自从上一次在办公室我说出了对你爸的怀疑，你在民政局门口告诉我，
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本就是看不透的。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可是我不想让他再错下去了。每当我越接近真相，我就越害怕失去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还有我啊。我的心真的好累，好难过。被一系列负面消息顶上风口浪尖的森木项目，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于今天终于重回大众视野。今天，风雨集团正式宣布重新启动该项目计划。森木这个项目在之前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不想在此重点突出森木项目重新启动之后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在此，我只想说，森木经过风风雨雨之后，依旧会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我们会朝着更加绿色环保的方向推进，同时根据国家的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运作。同时呢，也欢迎社会各界的监督，让森木朝着更好、更平稳的方向过渡。我们风雨集团呢，将会在2到3年之内彻底转型。恭喜郑总顺利拿下这个项目。既然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就不必客气了。郑总，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为你印的新名片，你看还中意吗？既然郑总这么抬爱的话，那我不能辜负了你。那我明天早上就来公司报道。既然是新官上任呢，那么近期有一些对公司的负面影响，希望你能亲力亲为，立即去处理。不管是谁，只要对森木这个项目有所阻碍，立即拿下，明白吗？稀有之地的事，我会亲自去处理。只不过这个，怎么，对这个职务你不满意？职务我很满意，只不过我想换一个名字。哎呀，这算什么要求啊？随便你吧。是我。近期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我盯紧他，他有任何动作，我都得知道，明白吗？我今天不想重点突出森木这个项目在重新启动之后所遇见的重重困难。在此，我只想说，森木经过风风雨雨之后，依旧会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西爷，那个感冒的人生呢，你就不用这么坚强了。你要相信，感冒是会打败你的。你即使回家睡觉，我们也是能管理好公司的。你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昨天还没事呢，我今天就感冒了。我一定看这个政委，觉得这个气场太坏了，影响到我。是能影响？当然了，他这么坏，我看他以后，我眼皮都开始疲惫，我大脑皮层开始闹革命，我全身的免疫系统全都崩溃了。哎，你们看他现在这个样，削尖了脑袋往上爬，我真的明白了。他跟我爸的分歧应该早就有了，还好早就有了。你说要不然他现在干这种事儿，还得拖我爸下水。这个项目名声这么差，他还投入自己的身家接盘，你说大哥不是有病吗？不光是他自己的身家，
还有很多别人的身家。这么多黑料，那还能赚钱吗？会不会自己开着就倒闭了？那我们还可以再帮他一把，让他倒得更快。莫先生，莫先生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是看我们笑话吗？我来是办正经事的。风雨集团项目总监夏野，莫先生是不是拿错名片了？也可能是记错公司了吧。你感冒了？有点儿，有事吗？好，那我就长话短说。我代表风雨集团向你们工作室发出严正的声明：你们有指向、T 恤图案，以及在直播当中故意散播谣言，对公司已经产生了不良影响，这已经构成了诽谤罪。我希望你们能够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否则下一次等来的就是正式的律师书。我也希望你能够立刻停止收手，你也知道这样什么都不会得到，胳膊永远拧不过大腿。我不知道下一次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但是我知道你们所有人都不想再经历一次工作室关闭吧。莫先生是不是说错台词了？我已经说完了，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问吧。那个证据是你故意留下来的吗？当然了。为什么？如果不让你们赢的话，我怎么可能会低价拿到这个项目呢？这就是我送给郑伟决的礼物。郑伟决跟你什么好说？他有什么魔力让你站在他那一面？为了这些好处，你连良心都可以不要了吗？我该传达的话已经说完了。莫格丽，我不管以前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你是我什么人，从现在开始，你站在了我对立面，你就是我的仇人。为了我爸，我不会退缩的。有什么急事非要把我叫出来？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环保 T 恤被叫停了。那不是你的副业吗？停了就停了，主业没有亏就行了。哎，不是，还有一件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你帮我一起把郑伟决给搞垮。你在逗我？我没有在逗你，我真的非常需要。对不起。哦。这场景怎么这么熟悉啊？好像回到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来，盖上。兄弟，你相信我，我已经想好办法了。这次你必须得帮我一把，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我就让我身上的病毒到你身上，我弄死你！别这么激动，
当心目标未完成，先我一步，毒发身亡。好了，搞倒他的公司会达到你的目标吗？当然可以，这个世界存在他的公理，我必须要讨回个公道。好吧，你要怎么搞？据我所知，他最近的状态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我只要断了他的资金链，而且我可以撬掉那些平时他不上心的客户。谢谢啊。以农村包围城市，哼，你还是好好吃粥吧，冷静冷静，我还有会没开完。小气。白粥，我终于知道你前妻为什么跟你离婚了，小气鬼。我才不像你那么抠门儿。来，这么体贴。哎，既然这么体贴，再帮我体贴的做件事儿呗。说吧，要做什么？扳倒郑伟决。你还是吃你的鸭蛋吧，少废话。这鸭蛋确实好吃，但你还有什么比鸭蛋更厉害的蛋吗？皮蛋。手榴弹呢？你帮我偷袭郑伟决，我搞死他！我偷死他！你省省吧，啊，躺下来好好休息，你不要异想天开，行吗？不行啊，这事你必须管我，大哥。不要说管你，养你也行。你可以投资我吗？难道不行吗？你可以用投资我的钱搞死郑伟决吗？哎呀，你管我，你帮我一下啦！你帮我一下啦！快点，快点！哎呀，急什么？这慢慢悠悠的，回去再洗一洗，炖一炖，明天早上正好早餐用。怎么明天早上做早餐用呢？今天炖一炖，马上就给林夕吃，让他补一补阳气啊。小感冒不是病。小感冒怎么不是病啊？有你这么当爸爸的吗？真是，走走走，快点儿。